跑了10年龙套的不止程毅一个，为什么只有他被看见了？所有人都在说程毅是逆袭，但我今天要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话，他不是逆袭，他是幸存。这话听着不舒服，我知道，但你先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是在否定程毅的努力，恰恰相反，这期视频你看完就知道，我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更认可他付出的东西。但我想聊的不只是他，我想聊的是那些跟他一样努力，一样能吃苦，甚至一样有天赋，但你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人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幸存者偏差，英文叫 survivorship bias。 说白了就是我们只看到了活下来的人，然后用活下来的人的经历去总结规律。但问题是，那些没活下来的人，他们的经历被自动忽略了。这个概念最早其实跟2战有关。当时美军统计战斗机被击中的部位，发现回来的飞机机翼和机身中弹最多，于是打算加固这些地方。但有个统计学家说，等等，你们搞反了，回来的飞机中弹的部位恰恰是不致命的部位，真正致命的部位中弹的飞机根本没飞回来。你品品这个逻辑，然后你再想想内娱。我们看到程毅跑了9年龙套，30多部戏当配角，2020年凭琉璃爆红，然后总结出一个特别励志的叙事，只要你够努力，够能吃苦，够坚持，终会被看见。很动人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跟程毅同一届从中戏毕业的有多少人？跟他同时期在横店蹲通告的有多少人？跟他一样签了不大的公司，拍了一堆小制作，年复一年在剧组里当透明人的又有多少人？这些人里有人比程毅更早放弃了吗？肯定有。有人跟他一样坚持了9年、10年甚至12年，但始终没等到自己的琉璃吗？我没有100%的数据能回答这个，但根据横店群演的公开报道，答案几乎是一定的。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，因为我不是在说程毅不配，他太配了。2025年3部剧全网累计播放量破10亿，富山海17 64亿，长安24季12 32亿，天地剑心10亿，加起来将近40亿。2026年4月20号2京15日首款预告片刚上线，张黎导演，马伯庸原著，跟林更新搭档，那质感一出来，全网都在讨论。这个人的实力不需要我来证明，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，实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，不是充分条件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程毅2011年出道，首部剧《唐宫美人天下》演的是冯小宝，2012年《王的女人》演的是一个随从，叫柴头，2014年演情景喜剧，演恐怖片，演微电影，2016年终于在青云志里演了个男二林惊羽，算是第一次让人记住了脸。然后呢，青云志之后又沉寂了。2017年拍了个电影《营救汪星人》，还是男配。2018年拍《怒海潜沙》，算是有了一定关注度，但离爆还远得很。一直到2020年琉璃出道第9年，你知道这9年他经历了什么吗？韩成宇接受采访说过一句话，程毅真的是拼出来的，几天几夜不休息，拍打戏，累了就在石头上小憩。拍琉璃的时候，因为工作人员失误，他被威亚拽着整个人撞在高处巨石上，然后又重重摔落地面。拍沉香如屑的时候，吊威亚5行没拉住，自由落体摔地上，腿直接断了，打着石膏继续拍。拍英雄志，旧伤复发被送医院，腰间盘突出加腰部扭伤。说实话，读到这些细节的时候，我愣了好几秒，因为这些事儿放在任何一个正常人身上，早就不干了。但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不干了的那些人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。稍微跑个题啊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们知道横店每年有多少人来当群演吗？高峰期的数据是13万，13万人在同一个地方追同一个梦。他们的时薪2024年还降过，从15块降到13.5块。
一天工作9个小时，到手121.5块。这些人里有多少是科班出身的？有多少是从专业院校毕业，怀揣着跟程毅同样的梦想来到横店的？没人统计过，因为没人关心。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最残忍的地方。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人失败了，我们是根本不觉得那些人的故事值得被讲述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我想提。你们有没有注意过，几乎所有关于程毅的报道，叙事模板都是一样的？10年磨一剑，从龙套到顶流大器晚成。包括张涵予，包括段奕宏，包括闫妮，所有成功了的晚成者，媒体都用同一套叙事。但你想想，这套叙事之所以存在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最终成功了。如果程毅到今天还在跑龙套呢？没有人会写10年磨一剑。他们会写，如果会写的话，又一个被行业埋没的中戏毕业生。但大概率连这篇文章都不会有，因为谁要看呢？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。我不是说努力没用，程毅的努力是真实的，是超出常人的，是值得尊敬的。他认真到什么程度？拍每个角色之前要写详细的人物感悟，跟导演编剧做书面交流。他在《奇妙之城》里说过一句话，我不是在演这个角色，我就是这种投入程度，不是每个演员都做得到的。但问题是，在横店13万群眼里，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个同样认真、同样能吃苦、同样有天赋的人，他只是没有遇到琉璃？我觉得几乎可以确定是有的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哈。那爆点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程毅等到了，而别人没有？我试着拆解一下。程毅的爆红其实是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。第一，琉璃这个项目本身。改编自14郎的琉璃美人煞，仙侠题材在2020年正好是热门赛道。剧本质量在线，制作水准虽然不是顶级，但也过得去。这是时机。第二，程毅在2016年青云志和综艺1年级里积累了一批基础观众，虽然不多，但不是零。他不是完全的素人去接的这个戏，这是积累。第三，他的外形和气质恰好高度契合与司凤这个角色，这是适配度。第四，也是最不可控的一个，对手盘。2020年8月那个档期，没有强势的同类竞品把琉璃压下去，这是运气。你看，4个因素里面至少有2个，时机和竞品环境是完全不在程毅个人控制范围内的。这不是说他不配，他太配了，他的演技在琉璃之前就已经是那个水平了。但如果琉璃这个剧本没有出现呢？如果2020年8月恰好有另一部更强的仙侠剧呢？如果欢瑞当时没有把这个资源给他呢？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去年也有个类似的讨论。2025年，程毅1年3部剧全破10亿，有人说他是内娱最稳的男演员。但你倒推5年，2020年之前，同样是这个人，没有人用稳这个字形容他。所以，稳这个评价，到底是对他能力的评价，还是对他运气延续的评价？我倾向于认为是能力，但我不敢100%肯定。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做一个对照实验，让另一个同样有能力但没有机会的人来走一遍程毅的路，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。这就是幸存者偏差的本质，我们永远无法拿到失败者的完整数据。那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觉得至少有3层。第一层，对程毅本人。其实我觉得程毅自己可能是最清楚这件事的人。你看他的采访，很少说我的成功是因为我够努力这种话，他更多说的是感恩，是珍惜。一个在横店凌晨5点半蹲过通告，在30多部戏里当过背景板的人，他不可能不知道运气在这件事里扮演了多大的角色。这部分我还没找到特别精准的采访原话能引用，所以只是个人推测，你们自己判断。但从他一贯的表达方式来看，他不是那种把成功全归功于自己的人。第二层，对行业。内娱的造星机制，说白了，是一个极度依赖爆款项目的赌博。
你可以是最好的演员，但如果没有一个好项目落到你头上，你就是隐身的。这不是诚意的问题，不是任何单个演员的问题，这是整个行业的结构性问题。韩国有相对成熟的练习生体系和出道机制，虽然也很卷，但至少有一套系统化的筛选流程。而内娱，怎么说呢，更像是大海捞针。真是真的，海也是真的，但谁被捞起来，有时候真的看浪往哪边打。第三层，对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是最扎心的一层。因为幸存者偏差不只存在于娱乐圈，它存在于你看到的每一个成功故事里。那个考上名校的学长告诉你只要每天坚持学习就行了，但他没告诉你，跟他一样坚持学习的还有几百个人没考上。那个创业成功的老板告诉你关键是要敢想敢做，但他没告诉你，跟他一样敢想敢做的还有几千个人破产了。我们总是用幸存者的经历来指导自己，但幸存者的经历恰恰是最不具代表性的样本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说一件事。2026年4月刚上线的两京15日预告片，张黎导演，程毅演朱瞻基。这个阵容，说实话，放在5年前，没有人能预料到程毅有一天会跟张黎合作。张黎啊，走向共和，大明王朝1566那个张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程毅的路还在往上走。2025年1年3报，2026年开年就是张黎加马伯庸的王炸组合。他的事业曲线现在看来确实是在加速上升，但我想问的是，那些跟他同期、同校、同样在横店蹲过凌晨通告的人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有人可能已经改行了，有人可能在拍短剧，有人可能还在坚持拿着13.5块的时薪，等着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爆点。而最扎心的是，也许有人的演技真的不比程毅差，也许有人的吃苦能力真的跟程毅一样，也许有人也写人物小传，也研究剧本，也对着镜子练了无数遍表情，但他们没有等到自己的流离。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这个行业的残酷就在于99%分号的因素你可以掌控，但最后决定命运的那1%你掌控不了。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，我很想知道程毅在中戏那一届现在还在演戏的有几个人。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那所以呢？所以我说的程毅是幸存者，是在贬低他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知道自己是幸存者是一种更深的清醒。程毅能走到今天，绝不仅仅是运气。9年的积累不是假的，打断腿继续拍不是假的，一人分饰3角写满人物笔记不是假的，2025年3部剧全破10亿更不是假的。但如果他把自己的成功全归功于努力和天赋，那才是最大的幸存者偏差。而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不会犯这个错误，我相信程毅不会。最后说一段话，有人说过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但还有一句话更准确，历史是由幸存者书写的。胜利者至少赢了，而幸存者只是活下来了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某个演员爆红，你觉得励志，觉得感动，觉得终于等到了的时候，也请你想一想那些永远不会被镜头拍到的脸，他们也在努力，他们也在坚持，只是没人给他们写一篇10年磨一剑的报道，因为他们的剑还没磨出来，也许永远不会。好了，这期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给了你一些以前没想过的角度，点个赞，留个评论，告诉我你怎么看幸存者偏差这件事。如果你身边有在追梦的朋友，把这期转给他们看看，不是为了泼冷水，是为了让他们带着清醒去坚持。我们下期见。